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战斧后传》，一共4个人物可以选择，我选择了小特里克斯。之前我的摇杆坏了是装的，今天是真的坏了，并没有选择女半人马，因为这款游戏之前我录制过一次，上次录制的时候玩的就是女半人马。虽然已经玩过一次了，但是有一个疑问，到现在也没能够解开，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给我科普一下。游戏可选的4个人物，除了吉利斯之外，其实都是新人。这款游戏虽然是在战斧3代之前发售的，但是游戏的剧情是发生在3代之后。矮人吉利斯已经不能行走了，所以说他在参加本次战斗的时候，是骑乘着一个巨人，叫做果阿。小的时候不觉得，现在看见了吉利斯还有果阿，就想起了《冰与火之歌》的布兰和阿多。其他3个人物也是新人，包括了咱们现在使用的小特里克斯，另外还有半人马朵拉，以及男战士斯特恩布雷德。4个人的差别主要体现在魔法方面，因为本作的魔法系统进行了重新的制作。大家看我血条下方有一个12/6， 12就代表了我现在有12个魔法瓶，6代表我释放一次魔法需要6个魔法瓶。4个角色的魔法属性都是不一样的。男战士的魔法属性是火，矮人吉利斯的魔法属性是土，半人马朵拉的魔法属性是雷。小特里克斯的最为特别，他的魔法没有攻击性，放出来之后地上会长出一棵树，然后结果子，咱们捡到果子之后会回血，所以说他是一个回复系的角色。正因为这一点，当年在街机厅玩这款游戏的小伙伴是非常喜欢用它的，因为你捡到6个魔法瓶就可以回一次血了。我现在的骑乘兽是火螳螂，这款游戏的骑乘兽应该是5个，有火螳螂、爪螳螂，有电蝎，还有爪蝎，另外还有一个古龙。其中古龙是最好用的，火螳螂也不错，它吐的火攻击范围比它的贴图要大多了，有防空的效果。而且这款游戏的骑乘兽都是非常重要的，用得好的话，通关的难度会大大的下降。我现在掉血了，人物的血量也是非常的少，只有3滴血，少2精吧。有些时候你的血条会显着很硬，被一些轻攻击打到之后，血量显示不出来下降。这里已经是第1关的 BOSS 了。第1关咱们的目标是拯救村民。这款游戏的剧情也是很老套了，发生在3代之后，死亡蝰蛇又一次复活了，并且拿到了黄金战斧。这一次他抓走了大量的村民，整个游戏的主线就是去营救这些被抓走的村民。这里我换了一个骑乘兽电蝎， BOSS 被骑乘兽攻击2次之后会进入一个硬直，这种硬直咱们可以跳下骑乘兽上前进行追打，伤害是很高的。又是经典的夜晚的营地环节，在营地当中捡完了补给品之后，要记得再上骑乘兽，这样的话可以把它带到下一关。过关之后，主人公一行发现很多村民被带到了敌方的城镇。第2关的目标就是要向敌方的城镇前进，有2条路线。上一次我录制的时候走的是洞穴的路线，
这一次走森林。很多小伙伴认为战斧系列是在3代才第一次加入了分支的路线，其实在后传就加入了。在我的眼里，战斧后传才是系列的巅峰，你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它的风格有变化，打击感变得很爽快，不像之前那样硬核了。我的天，我怎么没了2根血呀？我不是才挨了2个蘑菇吗？这个蘑菇是红伞伞白杆杆那种吗？估计挨了3个就要躺板板了。召唤了一个果子，自己吃掉了，还是比较划算的。咱们刚才已经19个魔法瓶了，很富裕。但是蘑菇的伤害超乎我的意料了，感觉比一些 BOSS 还狠啊。16个魔法瓶，这样咱们又快能释放3次果实了。这里给了一个新的骑乘兽，应该是爪螳螂。其实蝎子这个骑乘兽，我感觉不是非常好用，因为它太大了，感觉非常容易挨打。爪螳螂在攻击上比较华丽，但是我感觉实用性要比火螳螂要差，因为这款游戏毕竟发售在街机的平台，到游戏的中后期，你会遇到很多出现大量敌人的场景，不像是世嘉 MD 的几座，你可能只会面对3到4个敌人，这款游戏可能一起出现7、8个。火螳螂一次就可以将敌人击倒，但是爪螳螂的话大概要2、3下，这样在一个敌人身上耽误太多时间，很容易被夹击。这个蝎子也不是用电的，是用爪子的。一会儿咱们换一下，都给大家演示。其实如果是我自己玩的话，那可能会使用火螳螂，一直使用到游戏的中后期。这里打出来一个回血的道具。这款游戏还是有一些隐藏要素的，比如说树上结的葡萄，很奇怪啊，为什么是葡萄结在树上？不是应该结在藤上吗？另外呢，空中也会吊着一些道具袋，击落之后会捡到魔法瓶或者是回血的道具。屏幕的上方树上能够看见有葡萄在闪烁，咱们打下来就能够回血了。但是我这个角色是不缺血的。这里打的敌人是树人，不知道游戏内部有没有相克的系统，使用火螳螂来攻击树人会不会好一点？爪蝎我感觉是使用效果最差的骑乘兽了，攻击的动作很多，而且体积太大。这个场景会面对大量的树人，我就贴边了。求稳，但是还是被打了。人到中年啊，安全才是第一位的，不想有什么闪失和波折，所以玩游戏的时候的打法也非常的保守。我竟然中了陷阱被抓走了。这里看起来是8个敌人，同样也是贴边儿，不要追求什么华丽的打法，徒有其表啊，面子有什么用啊？里子才是最重要的。屏幕的右上角能够见到一个拉手，还在提醒咱们去触动机关，触动之后，2只被关着的尾兽就冲出来了。
尾兽是1代非常经典的骑乘兽了。这2个尾兽冲出来之后，其实是敌我不分的，也可以撞到主人公。所以咱们拉动拉手之后，一定要跳一下进行躲避。敌方扔出来的火球都是可以打回去的。咱们拉动一下机关，然后跳。尾兽冲撞1次的攻击力，大概就相当于让敌方倒地1次。前方就是 BOSS 战了，骷髅堆里会站起来3个骷髅战士。骷髅战士在本作也是非常讨厌的敌人，他的走位感觉非常的飘忽，而且本作的 AI 也是延续了历代的特点，总会有敌人要进行绕后。这里烤的这个肘子是活了吗？到处蹦啊！有一块肉没有捡到，无所谓了，咱们现在满血了。第3关已经到达了敌人的城镇，所以第3关的标题就是潜入城镇。在我看来，这已经不是潜入了，这明明是正面打进来的。游戏流程当中，大半的时间我是在骑乘兽身上度过，因为小特里克斯的手比较短，而且呢，这次玩我没有开连发。为什么没有开连发呢？因为打最终 BOSS 的时候，我要控制攻击的节奏，连发开得太快，节奏是不一样的。不能对最终 BOSS 形成持续的压制。敌方的这些器械咱们都是可以用的。这是一只火螳螂，刚把我的蝎子打跑，又有新的可以骑了。这些器械想使用的话，必须有骑乘兽的状态。因为骑乘兽可以把它带走，挂在身上使用。这个 BOSS 竟然有血条，这里有3个摊位，摊位上会摆出一些回血的道具，还有魔法瓶，咱们攻击的话就会打下来。这里我是凑上了18个魔法瓶，也就是说咱们还可以回3次的血量。回血的魔法倒是很实用，但是不华丽呀。因为其他角色，尤其是男战士，放魔法的时候有一个全屏的灼烧的动画。这里要面对一个新 BOSS 独眼巨人，同样也是倒地2次之后有一个硬直。叉子敲头实在是太爽了呀！好听吗？好听就是好头啊！感觉脖子都敲没了。所有的 BOSS 都有一个特点，背后贴到屏幕边缘之后，它一定是向前跑的。利用这一点，可以轻松的走位，压制很多的 BOSS， 包括最终 BOSS。这里救出了好多的村民，我发现被抓走的都是妹子啊！这敌人很懂嘛？我直呼内行啊！这是一只电蝎子，紫色的。蝎子我就不用了吧。BOSS 战，这只红色的，你打它的话，它就会跑。
敌方倒地就是敲头啊，尤其是这个还是个光头，敲起来更爽啊。本作的打击感和音效真的是比世嘉 MD 的版本强太多了，你能够感觉到整个作品把战斧系列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但是非常可惜的是，战斧系列无论是剧情还是正传都到此为止了。30年以来再也没有玩过战斧的续作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战斧4啊。人家双截龙、怒之铁拳都已经出了官方的4代了，战斧还是遥遥无期啊。每次聊到类似的话题都觉得非常可惜呀。很多传统的游戏 IP 还是有机会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之下焕发生机的，但是没有厂家愿意去做了。好吧，咱们聊回游戏吧。这个场景面对的敌人也是很多，但是有骑乘兽在手，尤其是火螳螂，就感觉简单多了。敌方的跳跃攻击我根本不怕呀。3代的话，敌方跳跃来打你就非常难受了。但是火螳螂是有对空效果的。这里的 BOSS 竟然把灯关了，倒地2次。我这个 BOSS 敲起来声音好听啊。开灯了。其实开着灯玩多好啊，看得清楚啊。黑灯瞎火的多没意思。大家可以回去试一试。好的，把这个 BOSS 打完，但是呢，咱们中计了，被关起来了。那好吧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游戏的流程比较长，咱们下半期再见。